你好，我是香云坊沈家的沈之，麻烦请接你们报社的主编林志和先生。沈之，别开玩笑了，我还是你曾外孙女庄墨呢。什么外孙女？请您别开玩笑，我真的有急事。你都已经过世100年了，你究竟是谁？如果你真的是1924年的沈之，那我也真的是你2024年的曾外孙女庄墨。你刚刚是不是打碎了一个瓷瓶？对。沈之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很危险，你会被一个叫秦正的人囚禁，然后……喂，喂，你不是该在床上？你要的染露，我写好了。秘方就是数量之和你，我认识的沈之，是会为了捡起一匹脏了的香云纱而哭。香云纱的染整技艺，你根本不可能轻易交出来。说吧，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进秦家？我要杀你全家！好啊，不如我们合作。够力！你真的愿意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？我父亲秦山为了一个小妾，虐待母亲和我，捧着我那个野种大哥做继承，将我视作母。既然他们不认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那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杀掉他们，你就是秦家的掌舵人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我要你做我最忠实的猎犬。通了，通了。沈之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没受委屈吧？我现在被秦正囚禁在自己家，他们想要我交出沈家的染露。好在秦正对我还存有几分情谊，我没受什么皮肉之苦。秦家这一帮人渣，真想拿枪把他们都突突了，一了百了。秦家背后有莫晴天，没那么容易倒台，但他们偷了军饷，现在平不了账。我准备和秦正结婚，嫁入秦家，想办法揭露他们，让莫晴天处置。不行，你不能和秦正结婚。你和他结婚以后，然后你就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只要能报仇，我死不足惜。我相信，命运是攥在自己手里的，只要你想，就一定能逆天改命。你一定不能死，你死了就没有后来的沈家。你说的对，现在有了你，我能预知未来，也许真的能逆天改命。不过，我们的通话都是在雷雨天气，莫不是和雷电有关系？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今天一闪电，我就……你刚才在和谁打电话？怎么？秦家准备好什么时候娶我过门了？秦深知道我要娶你，简直暴跳如雷。不过为了得到香云纱，他也没什么办法。有人告诉我，命运是攥在自己手里，只要你想，随时可以逆天改命。签了这份婚书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小姐，我看秦正他不是良人，拿婚姻大事来做绝。小姐，你牺牲太大了。一纸婚约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先把命攥在手里，嫁他是妻不是命。你说
100年后会是什么样的？大家还会穿香云纱吗？沈之，从此以后，你别想再逃离我。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，能不能做好我的猎犬，为我扫清障碍。我秦正在此立誓，愿做你鞍前猎犬，为你赴汤蹈火。那你愿意嫁给我？我不同意。志和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月商报的记者林志和，怎么，他也是你的猎犬？不如请他来做我们的证婚人吗？沈之不是你手中的金丝雀，你攥得越紧，它烧得越疯。我宁愿为他烧穿掌心，也轮不到你来碰我。你收拾好东西，我现在就带你回秦家。我在门口等你。沈之，走，我带你去警察厅报警。志和，放心吧，我和秦正结婚是为了扳倒秦家。好，那你万事小心。哎，那就是二少爷刚过门的媳妇吗？听说老爷和大少爷都不喜欢她呢。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攀上高枝儿。哪里来的不长眼的东西，竟敢撞我！大嫂，实在抱歉，是我不小心。这就是二少爷新添置的金丝雀，也配叫我大嫂？这可是小姐花了1整晚钱的复原配方，你……哎呀，这就是沈家家传的香云纱染之技吗？我还以为是擦屁股的纸巾。请大嫂移步。你想拿走也可以，这样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磕个头，再学狗叫3声，我就不计较你撞我。够了！你让他跪下，你把这儿当谁的府邸了？二少爷，我可是秦家的人，我只是教他规矩。你配教？你踩的不是他，是秦家脸面。我是大帅义女，你敢？大帅的义女有那么多，在我秦正眼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哼！你明知道他会羞辱你，为何不躲？我知道二爷会来救我。怎么了？这是谁让你不高兴了？远哥，你要为人家做主啊！刚刚那个沈池在花园撞我，我要和义父告状去。这点小事儿，咱就不麻烦义父了啊。秦山要把香云坊卖掉，那是我沈家几代人的心血，我一定会阻止他。你有什么好的主意？我已经有眉目了，但要提前通知你一下，这招可能会让秦家的财产缩水，你舍得吗？你忘了，秦家的钱可从来都没有握在我手中。沈之，你目无尊长，冲撞大嫂，说吧，想让我怎么罚你？大少爷，我是有婚约的儿媳妇，倒是您和苏小姐才是无媒苟合呢。你这嘴真硬啊！苏普是大帅的女儿，冲撞苏普等于冲撞大帅。秦正，你救不了他了。开枪啊！我死了，看谁能染出沈家的香云纱。秦大少爷这枪法这么近都打不中，该不会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喝多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杀你不需要顾及他。大哥，父亲正在书房接待政府来的周部长，你猜他更在意明年10万匹的军需订单，还是你这点小脾气？你刚才是在拿父亲压我吗？嗯。如果大哥非要毁了父亲，为了得到的香云纱上，尽管开枪好。等大帅知道您为了个女人得罪了周部长，那你心心念念的警备司令怕是要黄了。大少爷，
你这是做什么？那可是父亲花了3000大洋从广州西关拍回来的乾隆粉彩花瓶呢。您就算对我有意见，也不能拿父亲的心头好撒气啊。沈之，你以为仗着能复写那本破闪录，你就高枕无忧了？咱们来日方长。英雄救美这种戏嘛，演的不用那么卖力，演给那些蠢货看看也就罢了。怎么，戏台子搭好了，沈老板倒想撂挑子了？还是说，你更中意那个林志和？二少爷这是吃醋了？我倒是想问问，你这儿可为我挑过办法？那个林记者最近总在码头仓库转悠，你说明早江边飘着句无名诗。果然那些次品绸布里藏着见不得光的东西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削弱秦深的经济实力，动摇秦家的根基。你胆敢动林志和一根手指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放过。夫人，再往下办，你这是要让我断子绝孙呢？少装了，这些年英雄救美的戏，二少爷没少演吧？那么多红颜知己，就没为你留下一儿半女？这道疤是我8岁那年，秦山用剪刀刺向我母亲时，我挡的。对不起，很疼吧？你我自幼青梅竹马，我心里再容不下其他人。苏老板的玉堂春，怕是都比不上二少爷秦震。那夫人何时带我共演这出连环计？好戏马上开始。喂，太祖母，我查到莫晴天了，他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本地军阀，黑历史一箩筐。秦家能得他的信任，肯定是有莫晴天什么把柄。这个我也猜到了，但要想进入秦家内部，就得先进秦深的账房。秦正也没有钥匙。这个简单啊，我在国外经常干。掰开回形针，把它戳进锁孔的最深处，上下左右旋转，拨动弹片，听到咔嚓一声就开了。小姐，打开了吗？周末教的什么方法？转不动啊！可以了。秦深这老匹夫，竟想卖掉香云坊。小姐，账房先生回来了。账房先生，二少爷让您现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要紧事找你。知道了。翠乔，你这招调虎离山计，真是妙得很。照小姐吩咐做的，还是小姐神机妙算。果然有猫腻，秦家竟然偷了这么多税。我真好奇，你之后会怎么对付秦山和秦明？他们可不是苏普那般无脑之人。秦正，你不知道吗？女人因为有秘密而更美丽。秦正，这是你一个猎犬应该做的事情吗？你本就是我的妻子。不行，你不能和秦正结婚。你和他结婚以后，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你就死了，就是今年。大仇未报，我没有心思和你风花雪月。你只能是我的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。
都会让你留在我身边。沈真，你打算怎么报复？对付秦山这种老狐狸，让他痛不欲生的不是丧子之痛，而是让他倾家荡产。不错，秦家没了钱，就像老虎拔了牙。秦山这老东西，刚在汇丰存了80万现洋，得想个法子让他花出去，最好把香云坊也压上。周末，最近有没有什么稳赔不赚的买卖？来的正好，后天联合国就会发布白银收购法案，国际银行预测5天后银价会暴跌30%。好得很，等秦山那老东西看到一堆现银变成破铜烂铁，那时候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志和，我需要借你之手，帮我散出商行囤银的消息，引秦山入局投资。我要让他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爹，这花瓶真不是我打碎的，你别听沈之胡说八道。哼，够了，让一个女人玩的团团转，你把我脸都给丢尽了。那也不能全怪我呀。哎，爹，我刚收到风声，洋人现在要把银价炒上去。那永丰德昌那帮老狐狸早就暗地里吃进白银了。那咱们仓库里那些掺了土的次品布还往北边运不？运？为什么不运？布要运，银也要囤，我全都要。部里的好东西能打通北边的路子，但眼下这银价的买卖够咱们吃好几辈子了。我明白，但钱从哪来？蠢货，不是还有香云坊的地契吗？这次咱们要连本带利的，一定要吃干净。你的计划很成功，秦远和秦山正在书房密谋如何大举吞银。意料之中，不过以秦山的多疑，他一定会派人核实消息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记得你好像认识永丰商行的经理。我需要你让他去带秦家人看到满满当当的白银，这出戏码不错。但这还不够，还需要你亲自去劝阻。劝阻？越是有人阻拦，他们就越孤注一掷。我明白了，劝饿狼别吃羊，他们反而会把整座羊圈都买下来。等他们押上祖宅和香云坊，就是我们收网的时候。爹，爹，爹，我亲眼看见银行的人昨夜连夜运银，银价涨了足足3倍有余。陈经理偷偷跟我说，这是上面的意思。好，传我的话，账上现银80%，不，10%，全都给我吃进白银。哎，好，父亲，当年三叔公囤银炒金，最后宅子都败了。你懂什么？把那些酸腐的理论拿去教书吧。去，把城东绸庄抵押了，还有沈家香云坊的地契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要赚大了。我这就去办。父亲，香云染坊是商团挂了号的沈家祖产，周会长他们……你给我滚出去！沈家染坊价值连城，告诉老夫，按最高成数罚款。放心吧，爹，我这就去办。周末说对了，白银现在果然暴跌30%。戏演得不错，赏给你。等拿下整个秦家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不如留给夫人打套心头。我要的不是这些。物归原主。爹，香云坊回来了。下一步你想怎么做？找出秦山，
贪污的实证。白银价大跌3成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事已至此，你看咱们绸缎庄和染坊还熟吗？染坊的熟期很短，现在利息已经滚到……查，是谁在背后搞的鬼？我刚从海关回来，是因为加征白银出口税，白银暴涨的这个假消息，就是洋人放出来骗人的。哎，爹，你快想想辙，怎么办啊？商团经费，先挪用经费，把染坊赎回来，再做打算。爹，您忘了吗？财政部拨给我们的军火专款早就被您挪用了，我们马上和西北军开打，现在都没有买军火的钱了。你废物！隔壁马大帅借点军火呀！这次让秦家财产缩水，夫人用银元打发我。那下次找到秦山的账本，夫人打算怎么谢我？二少爷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夫人还不清楚。二少爷胃口不小，是不小。莫青天最近盯得紧，这个账本留不得了。又写了什么？全城现在都传疯了，说我们商团跟风炒银，赔光了军费。尤其这个《粤商报》的记者林志和叫的最火。你想动他？爹，就一个穷酸记者，死了也没人深究啊。他在市井里声望不低，贸然动手不妥，现实是收买。若他不识抬举，你儿子就会亲自送他上路。这烧的是账本。哟，二少奶奶3更半夜在客厅干什么？怕不是偷男人呢？巡视的时候看见灯亮着，以为是仆人忘了收尾，我就进来看看。大少奶奶轻车熟路的，倒像是很有过来人的经验。你个贱人！大嫂这是做什么？他半夜鬼鬼祟祟，可能是想偷男人。大嫂连我夫人夜里行走都要盘查，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？我是长媳，有权管教。那大嫂要不要也解释一下，您是如何向你娘家转3万银元的？你父亲竟然偷了这么多军费，只是光凭这些还不足以让莫晴天动青山。我听说秦远马上要带兵和西北军打仗，怎么？难道是因为秦远？他要是重情义，就不会做到军阀统帅的位置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份大礼送给莫晴天，他会不会赏我任职副团长？趁火打劫。报告大帅，秦远少尉的弟弟秦正求见。他说让他去找他哥啊！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往我这边塞。他说他手上有秦山贪污商团军费的铁证，特意强调不便经秦远的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让他进来。是。大帅军务繁忙，小人长话短说，家父挪用军火款23万银元，全在此处。你这可是出卖亲爹，图什么呀？我为将士抱不平，而且他害死我母亲，也该偿命赎罪。好一个孝顺的好儿子呀！啊，等我消息。秦山这个老狗，竟敢背着我，私吞了1半的商团军费。莫晴天现在按兵不动，但这根刺已经扎进他心窝里。
你想继续用账本逼秦山？火候到了，现在该给秦远备份大礼了。你帮我去一趟商行，把所有德国产的卡车轮胎清空。卡车轮胎？难道你要在秦远的军火运输做手脚？等暴雨，把山路泡成烂泥塘，我看他们的破车能爬出几个泥塘。玩这么大，事后你该怎么动身？二少爷，秦远出事你才能上位。秦正，给我出来！大哥，这是战事不顺，拿弟弟撒气。把全城所有的德国轮胎都买空了，我的军火现在都在龙脊山的泥坑里趴着呢，你要干嘛？天灾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现在就有理由枪毙你！黑心烂肺的东西，连亲哥都害。大少奶奶，您无凭无据的说这话不合适吧？上封令，秦远贻误战机，即刻停职查办。副官，义父向来器重远哥，怎能一次失利就……军火延误，导致前线溃败，没当众枪决，以示法外开恩。我的好弟弟哟，你满意了吧？啊？从小到大你都不务正业，撒鹰遛狗，废物一个，现在又来害我！大哥怕是忘了父亲是怎么宠妾灭妻，故意将我养废，让你数次伤。畜生！勾结外人，害自家人！来人，男女捆了，捆了陈仓，捆了！我看谁敢！秦正，把刀放下，别伤了你自己。你要是再不放，我就让他看着你的脑袋被我打爆。我让你进秦家，负血染路，是看得起你，你却兴风作浪，贱人！秦老爷说笑了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会知道大少爷要运输军火，又算准天会下雨？父亲扪心自问一下，这些军火出事，究竟是因为谁的原因？秦正，你要干什么？秦老爷这般气急败坏，是因为被戳中了痛处吗？现在就送下去，见你那短命的爹！我今天知道，是你毁了军火。那他知不知道你贪墨的军费够枪毙整个秦家？口平，臭味早烧。今早月上胡扯！印刷厂明明验稿在此，小姐出事，账本照片立刻简报。现在各大商会股东正等着莫大帅给交代，您说大帅会保贪污犯，还是会杀一儆百？你为什么不躲开？夫人这手法是上药还是上香？虎毒尚不食子，秦山倒是对你下得去死手。心疼我。舆论战缺不得二少爷，养好伤才能唱好压轴戏。我都这副模样了，夫人还惦记着存钱？早点收网，你我也好早期解毒。这林志和找到了证据，加上那账本，一定能让秦山被大帅治罪。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等莫晴天寿宴那日，再添把火。但二少爷的伤可是白受的。你，二少爷的伤口疼，为什么不避开点？烧得我。忍耐一下。有人举报你刊登造谣文章，诬陷实业家秦山逼死竞争对手，被商户联名举报。谁举报的？我举报的。你要和秦家作对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去看守所的水牢，还是想做我秦家顾问啊？
大少爷，您放心，这以后的报道方向我会亲自把关的。哎，林志和，沈小姐，这世上的真相不在报纸上，而在赢家手里。林参谋，我可要多来指导。沈知真是看错你了。抱歉，我没有办法拒绝。大少爷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些钱我一辈子都挣不到。林志和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当从不认识。二少爷，咱们走吧。秦老爷，沈之伪造了您强占商户地契的文书，准备在粤商报刊登，并且还伪造了您的签名以及商团印章。我也被沈之骗了，才刊登了造谣文章。嚯，这印章边缘模糊，印泥颜色也不对，就凭这个就想扳倒我？秦老爷，大帅会不会因此调查商团的经营情况，将这些伪造的东西交给莫大帅？大帅现在可是最痛恨伪造文件的人啊！爹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大帅最近正在严查商界的不法行为，如果发现文书是伪造的，那沈之可就完喽。然而，你带这位林先生去搜集证据，再把那批压箱底的苏绣绸布怎么往北边运，才能更稳妥？秦老爷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批绸布另有文章？等货船过了虎门水道，林先生就会明白，沈之那点小把戏，在老夫的棋盘上面，只不过是笨蛋的蚂蚱。很快，你就会看到莫大帅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小姐，林志和这个白眼狼，要不是老爷当年供他留洋读书，他现在还在码头上扛包呢。他现在竟然投靠秦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翠乔，你还记得那支钢笔是他20岁生辰时，我特意去永安公司挑的。我还告诉过林志和一句话：打不过就加入。难道他是假装投靠秦家？那他为什么连我们都瞒着？傻丫头，若是连你都骗不过，又如何能骗得过秦山那老狐狸？那小子看你的眼神，就像恶狗见着肉似的，怎么可能真背叛你？二少爷这是吃醋了。若他敢假戏真做，我就把他那写字的手和你送他的那支钢笔一起嵌在秦远的床头上。可是小姐，既然林之和是卧底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伪造文书啊？这些伪造文书不过是虚晃一枪。小姐的意思是？正是。秦山生性多疑，见我们拿假文书发难，定会想方设法去转移真正要命的东西。仓库里那些特殊的绸布？没错，林志和借机投靠，才能净身取证。那应该真的打断他几个肋骨，这样才能演得更真些。你敢？要不是我那个好弟弟非要救下沈之，根本就没有现在的麻烦事啊！大少爷，您别担心，秦老爷经营商团多年，运筹帷幄，自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。林大记者对布料也有研究，家父以前做过布庄生意。哦，你们文人就是嘴有点欠，手也欠。跟你说个厉害的，上一个打听这批布料下落的人，尸体漂了7天才被发现。大少爷，您别说笑了，我只是好奇，此等受潮的劣等棉布，它是怎么通过海关水检的？我今天就是想借你这个文人的脑袋使使，你有什么好想法？大少爷，走南沙港码头，此地督察姓陈，最是贪财好色，容易收买。然后咱们再以赈灾棉衣的名义，让当地批发文件押运。妙！你这个脑袋放在报社真是屈才了。你去。沈小姐果然算无遗漏，这里真的有秦山的秘密户。
我得想办法把消息传给他。周末，我派林志和帮忙收集证据，发现这批绸布的账目有问题，进价不光是市价的3倍，而且还多付了20斤的重量和包装费。具体数字发我。等等，3倍价钱买次品布，更怪的是，每批货物都额外支付了防水封装。除非运的东西比布金贵，民国走私暴利的除了黄金、文物、鸦片。当年的海关记录，南方走私鸦片到北方，秦家用绸布夹带鸦片，不行，这个消息我得马上告诉林志和，不然秦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喂，周末，听得到吗？周末。金山，你当本帅是傻子吗？甚至一介女流，他会伪造那么多商户文书？大帅明鉴，您看这印鉴是商团在今年3月就换了新章，这是旧印。造假造得太粗劣了！这个沈志想干什么？那是不是把沈志这个贱人给抓起来呀？哼，抓起来！金山，文书是假，但控诉是真。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！13家商铺联名控诉你，还有2个老板被你逼得跳了井。现在满城的老百姓都在骂商团。志和，这个吃里扒外的。平常你在商团里小偷小摸也就算了，我全当看不见。可现在呢？偷！我让你偷！我让你偷！现在你败坏商团的名声，这商团副团长，你做到头了！哼！今天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当年要不是老子替他运营商会，他的军队连一个排都养不起。拆桥！爹，咱们现在已经和莫青天撕破脸，鸦片生意怎么办啊？还有林志和去仓库那天，他应该已经发现了鸦片的事。天亮之前，让他永远闭嘴。爹，记住，做得干净些。哟，深更半夜的，妹妹又要去会情郎呢。这没你的事，让开。我乃秦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为什么不关我事？你做局陷害远夺，现在又害老爷丢了商团的职位，秦家被你毁了。秦家怎么踩着别人的尸骨爬上来，我就让他怎么跌回去。你个贱人，还想诡辩！秦家这艘船马上就要沉了，同为女子，我劝你趁早找条生路。你去哪儿？来人呐，把他抓住！哎呦，老天爷，快把我捡起来！一本也不能少，快快快！林志和已经发现绸布里的秘密，秦家绝不会让他活过今晚。我现在要去警局，找一趟周探长。外面全是秦远的眼线，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。我替你去。好，那你万事小心。秦家竟然想用烧炭的方式杀人灭口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志和，你怎么来了？志和，别说话，快跟我走。秦家借绸布运鸦片，是我人练的人。文件我还没拿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这些破纸？这是扳倒秦家的关键证据。受伤了吗？对不起，志和，是我冲动连累了你。这是我又找到了新证据，海关特批的通行证，3条直通西北的走私路线。这些证据
足够让秦家满门抄斩，就是因为我在仓库里看到了鸦片。他们用那些劣质不佳的鸦片，这些东西绝对不能登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铁证。你是秦家的儿媳妇，你也会牵连。如果登报了，你会第一个死。哟，这还有一对亡命鸳鸯。二少爷，少违抗老爷了。现在滚的话，还能留着舌头去跟我爹告密？竟敢惊动警察厅！再耽搁的话，恐怕就要交收拾队。你这废物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放心，莫晴天的寿宴还没开场，我怎么舍得死？再说，不是还有秦二少爷保护我吗？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，林志和就死定了。夫人怎么先到？因为我知道，情眼的人会阻止你。拿我当诱饵，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。拿二少爷当诱饵，确实是我不对。明日我给你买份礼物，全当给二少爷赔罪。哦，什么礼能抵得过今晚？我有把鸦片证据交给莫晴天的方法，够诚意。无名，过来帮我收拾一下。是，二少奶奶。还漏了一瓶。他不害怕，此人果然会武。无名，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主子。小姐说笑了，老爷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秦山，是莫晴天。莫晴天一手把秦山扶持到这个位置，府里一定会安插几个眼线。不知沈小姐想要送什么礼啊？秦家走私鸦片的账册、涉案官员的名单，还有3条通往西北的路线图。你做这些是为了给沈家报仇？报仇？那也太便宜他们。我要的是那些被鸦片害得家破身亡的人们，那些被秦家强占田产的商人，亲眼看着秦家这座稚嫩国库是怎么塌下的。世态炎凉，你做这些有什么用？正是因为世态炎凉，才需要有人把腐肉一块一块的剜掉。竟然让林志和逃脱了，现在鸦片的生意进行不下去，我只能来找莫晴天求和。军爷，烦请你行个方便，就说秦山前来赔罪。沈之已通过大帅案在秦家的眼线，把证据传过来了。秦山还敢上门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钱老爷，您现在呢，既不是商团副团长，又被禁止经商，您这里连大帅的茶钱都不顾。那就请你转告大帅，就说秦家在南沙港的所有产业，只要大帅点头，随时都能改姓莫。哟，不巧，大帅今早北上督军去，回吧。听说今天秦山上门求和，莫晴天避而不见。现在秦家父子又摆月生宴，是要耍什么花招？说莫大帅，去那金陵香纱，悬赏的钱能够买5座城。听说沈夫人当天下葬时过的就是金陵香纱。你们要挖我母亲的坟？金陵香纱只是传说，当不得真。父亲，挖人坟墓终究有损阴德，更何况大帅素来重国神，说让他知道这香纱的来历。金陵香纱埋了10几年，早就烂成泥。放屁！金线是南海鲛人县织的，埋在地下可100年不腐。只要拿出来简单翻新，那一定能重焕金光。沈夫人的坟我们挖定了。好啊，香纱认主，强举必遭反噬。秦老爷敢赌吗？甚至我也是没办法，谁让你放走了林志和，我总是要有东西向莫大帅赔罪吧。父亲，好，我挖。
多亏秦正替我从中斡旋，从沈家仓库中找了一匹陈年香云纱替代，谎称是金陵香纱，让我母亲免于开棺掘坟之苦。但杀父辱母之仇，我定要百倍奉还。莫晴天寿宴之日，就是秦山的死期。这香纱，当真翻新好了？秦老爷未免太心急了。您应该知道，金陵香纱得月圆时刻的月光直射，方能显出金陵游动之气。若老夫能重返商团，或许会发发善心，到时候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哼！周末，这场火终于要烧起来了。来，大帅今天光临寒舍，是秦家三生有幸啊！近日这顿饭是我专门为您赔罪，还有这红利酒庄的酒，可是岭南老字号，最配大帅的英雄气概。来，干杯！大帅，近日还备了一份神秘贺礼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显出什么花样。这秦家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可不，便宜了二少爷。听说如今他是莫大帅的心腹红人。哎，我听说这个二少奶奶啊，没过门之前失踪了好些天呢。怕不是被哪个野男人藏起来的吧？你们说的野男人是我。那几日是老爷亲自邀请我参加香云纱染整技艺的升级，没想到竟被误会了，也是我没提前和大家说。请。怠慢大家了。报告大帅，13家被强占的商户聚集门外，要求严惩秦山。他们按时来了。放个代表进来。是，带进来。秦山强占商铺，逼死2条人命，请大帅做主。秦山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寿礼吗？我没钱，2倍，不，3倍。家父在大帅面前保证，给您3倍赔偿，还不谢过大帅？谢谢大帅。主仆，愣着干什么呀？继续唱。秦义父，看在苏府府中有未出世的胎儿份上，让远哥官复原职吧。莫晴天连一个连的兵死活都不在意，会为了这点孝心大发慈悲，除非那孩子是他的。恭喜大帅，恭喜你3世同堂，双喜临门。看你哭哭啼啼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义父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来人，把苏仆给我拖进去。义父，走，请您饶了远哥吧。义父，大帅，大帅，秦念在妻子有孕的份上，还是把她留在这儿吧。好，谢谢大帅。让诸位见笑了啊！不要谈那些不开心的事啊！我们一起祝大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来，干杯！大帅，一会儿啊，我还为大帅准备了一件神秘的礼物啊！哦，是什么呀？大帅，还不到时间，大帅一会儿便知。物归原主。他竟然从我手里抢走了什么？
自然是假的。这是令堂临终前拼死托人将它交给我母亲保管，现在该让血书见光了。母亲，我一直以为是病逝。他常年遭秦山毒打，最后那次，李周某，为什么要杀死我母亲？为什么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在莫晴天面前，让秦山死在自己儿子手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大家看一看，逆子秦正想要弑父，天理何在？这世道还真是荒唐。杀妻的丈夫荣享富贵，报仇的儿子却成了罪人。够了，秦正，枪放下。哼，好，大帅。老秦啊，你刚才说的是送我一份大礼，如果这份礼够重，说不定能当今天什么都没看见。看来秦正杀不了秦山，还得我自己来。大帅，我要送给你的，正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金鳞香纱呀！来，金鳞香纱，还有这份小心，打开给我看看。哎，别，这香纱打开呀，一定要到月食正午的时候，那个月亮啊正好满照的时候，才能显出金色鳞边的花边。现在还差那么一点时辰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还跟我玩花样，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是吧？啊！不能再拖，拖1秒都有变数。大帅，吉时已到。打开！这什么意思？谁能告诉我这什么鬼东西？这是秦家走私鸦片的路线图，每一条线都是通往海关的暗道，每一个标点都是参与收钱放货的官员。大帅若想查，只需按图索骥。秦山，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，你活腻了吗？大帅，冤枉！这些都是那些手下人干的。大帅，我是一点都不知道，冤枉啊！大帅在上，您是军政的一把手，是百姓心中的青天大老爷，民间有多少冤魂没出身？今天托您的寿宴，才敢拼了命把这些讲清楚，求大帅为民伸冤。说得好，我作为父母官，我得为民请命，秦山、秦远都该死。莫青天，你以为把我放倒了你就一了百了了？勾结日本人，通商走私，搜刮民脂民膏。要是政府知道你的这些勾当，你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稳吗？要是我今天走不出这里，这份资料明天就会到达大同孔府。他这线若是真的，莫晴天必须灭口。那不正好？现在就一枪崩了你！由秦正接任商团副团长。商团有规定，需半数理事联合署名才可通过。28位理事全票通，包括你一手提拔周理二。大哥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秦正，你真觉得他莫晴天是活菩萨吗？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等等，秦山死了，可你的未来依然没变，说明杀你的人，说明杀我之人还没死。秦远虽然失势，但他在军政界的人脉还在，更何况他此刻必定对我恨之入骨。我 AI 修复了1924年铁路货运年间的一张照片，其中
秦远运输好几箱物资，每箱都刻着马字。说到姓马的大人，那就是西北军马天祥大帅。他想借西北军卷土重来，那就让莫晴天的枪子儿替他送行。秦远现在就是一条见谁都咬的疯狗，疯狗就该乱棍打死。父亲，女儿回来了。如今，湘云坊已重归沈家，青山血债已偿，只剩下秦远，求您在天之灵庇佑。待他复仇计划全部完成，他还会留在我身边。现在我们落魄了，你称心如意了？我从未想过与你为敌。好一个清清白白的沈小姐呀！若不是你处心积虑，赶尽杀绝，我们怎么会沦落到像丧家犬一样逃命呢？我提醒过你，沈家要沉了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南阳的太阳很暖，适合养老。那秦远呢？你能放过他吗？苏小姐，你可知我每夜合眼的时候都会看到什么？是我父亲被淹死在染缸里，这债必须用血来偿还。大少爷和二少爷在灵堂打起来了。为了一个女人，毁掉了我们整个家，你对得起祖宗吗？家，你配提这个字？秦山害死了我母亲，我早就谋家了。可是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了，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归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呢？那沈之父亲的死怎么算？被你们逼死的商户怎么算？在前线战死的士兵怎么算？为何秦山某人手上有多少条人命？你们数得过来吗？沈小姐，求您高抬贵手，让二少爷放了远哥吧！我发誓，我会跟远哥走得远远的，这辈子都不会踏进岭南半步。你就放我们一马吧，我们明日就乘船去南阳。祖母，起来！我这辈子都不会求这个贱人。闭嘴！你欠沈家的命，该还。苏婆，你们一起去南阳吧，你必须说到做到。滚出岭南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，不然我一定亲手杀了你。报仇了，你又在想些什么呢？沈家如今只剩下我一人。谁说的？夫君不也在的吗？清晨，你后悔吗？我也只剩你，不过很快就不止了。老爷夫人晚安。今天要去军部，无善不必等我。巧了，我今天要去染房，我也要吃亏。想不到秦远竟落得这般田地，家头重，就连眼睛也是瞎的。唉，现在只有你没辙了。沈之不会放过你，我们今晚就坐船走。
坐船的，去哪里？南洋。不行，不去南洋，我要去西北。我要去西北找马大帅，找马大帅借兵，这样我才能东山再起。我要让沈之亲眼看着秦政千刀万剐。这是马大帅的诚意。沈之真是料事如神，猜到了秦远会和马大帅借兵。秦远和秦远有了这些照片，这次插翅难航。李渊，我看在苏仆的面上放了你，没想到你勾结马天祥。哼！我今天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就是想侵吞我们秦家的鸦片生意。义父，当年我在巴河文馆唱戏，为您窃取了多少机密，求您饶了远哥吧。要不是你的戏子，当初把你嫁到秦家，就是让你监督他们。你呢，竟敢背叛我，这笔账待会儿再跟你算。大少爷，你前后都是兵，你逃不了的。逃？哼！放开他！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这一切都是这个娘们给我造成的。大帅既然不肯放我，那我就只能找个陪葬的了，对吧？敢拿一个女人来威胁我，大帅，万万不可呀！一命换一命，你恨的是我，放开他。说什么？我来当人质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这是咱们兄弟的事，你杀我更能解你心头恨。更何况你带这个女人，你逃不掉的。远哥，哥哥比我想的更好命。秦政，我杀了你！远哥，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！多谢大帅主持公道，家父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这是沈家珍藏的香云纱，聊表心意。香云纱虽好，但不及金陵华贵。秦副团长，你们夫妻俩如果真心想报答我，不如将永顺坊为军需厂。大帅明鉴，永顺坊是家母的唯一遗物，若改作军用，那就交出金陵秘方。大帅容禀，这匹金陵纱是早年一位得道高僧所赠，那金色染料早已失传了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大帅就是杀了，沈家也交不出第二匹金陵纱。你。还挺香啊！江湖传言，金陵香纱可以用少女血染成。江湖传言不足为信，世上根本就没有金陵香纱。来人，有！把丫头给我扒了！大帅不可！小姐，救我！大帅，用少女血染纱这件事情，都是江湖上的传闻，无凭无据的，听听也就罢了。要是真信了，可就寒了人心了。哎，是真是假，验过才知道。放心，完事之后把人还给你便是了。带走。小姐，我们低估了莫青天对金陵香纱的痴迷度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能让崔乔留在大帅府，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就跟我亲妹妹一样。别乱想，沈之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让我想想。明天我先去大帅府走走，看看能不能用永顺坊放回崔乔。不行，你不能动你母亲的遗物。
我愿意用沈家的染坊换翠乔回来。翠乔肯定会没事的。对了，母亲留给我的结婚喜帕。是金箔，我知道怎么骗过莫大帅了。将金箔敷在纱上，可以7日不到，伪装成传说中的金鳞香纱，足够救出翠乔了。该死的沈之，将走私路线图暗绣在这珍品上，真是晦气。大帅，秦正副团长求见，说愿意用永顺坊换翠乔。顺坊值几个钱？我之所以那么说，就是完全为了金鳞香纱。哎，试染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工人按照您吩咐，将翠乔的血与染料混合。是这匹金鳞香纱的颜色，仍然差得远。接着试，接着试。是。非是。大帅，不好了！翠乔那丫鬟，怎么回事？啊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沈之那儿我还有用。我抓他的人就是为了敲山震虎的，谁让你动他了？大帅，我发誓，我真没碰他，是他自己顶不住，一刀捅死了自己啊！连个女人都看不住，是看在你跟了我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今天我就弄死你！滚！大帅，二人，跟去乱葬岗。是。这什么味儿啊？你拿人血在……来得正巧，我正想找个人帮我评评色。你不是最懂这行吗？来，帮我看看，这血色有没有可能染出金的呀？你真是疯了！翠乔呢？他人呢？把他还给我！点点小麻烦，我呀，本来是想吓唬吓唬，没成想他自个儿不争气，不住，自己捅了自己一刀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你实在挂脸的话，我这一屋子的丫鬟你看一下，看中的你带走。你拿人命当试验品，秦远说你是疯子，可我觉得你比疯子还可怕。你不觉得这么很有意义吗？他只是一个下人，却成了香云纱1000年工艺的转折点。他死得不冤。我跟秦山不远，没有任何事替我的妻子主动。大帅最好铭记这个。你。夫人她怎么样了？夫人只是惊吓过度，幸好腹中胎儿无恙。胎儿？沈之，我们有孩子了。生下孩子后葬身火海，葬身火海，葬身火海，难道历史还在重演？你在说什么？医生，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呢？夫人身体虚弱，强行堕胎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为什么？难道还是因为秦家害死了你爹？仗还没打完，我不能让这个孩子成为我们的软肋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或许这个孩子会成为我们改变未来的关键。未来。接电话，
快接电话。沈真，你那边怎么了？秦冉是不是已经死了？莫晴天杀的。可家世还是没变，依旧是生下孩子后葬身火海。等等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看来这孩子应该就是你的外婆了。可秦山前缘已经去世了，究竟是谁？只能是莫晴天，他竟痴迷香云杀道，相信用少女血染杀的传闻。他绑架了翠乔，找不到，全网都看不到翠乔的信息。等等，有一份群众珍藏的月商报，封面标题是莫晴天虐杀婢女，配图是一件染血的肚兜。你是说真的染出了金灵丝线？不敢欺瞒大帅，您请看这金线，顺光看是火金，逆光看便是淡紫，这才是真金，不是染出来的，是靠活蚕喂以金粉后吐丝而得。好，好得很呐。那本帅问你，做一件完整的香云纱裙需要多久？香云纱染整不低于9个月，3浸、9煮、18晒，1道工序也不能少。而金鳞刺绣则是再耗1个月，染1丈，刺1尺，每1道工序都不能省略。行了，咱们先不说裙子，来，你就用这块料子给本帅做10件衬衣。只有真正懂香云纱的人才知道，这一抹红才是天下第一红。这红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颜色，他常说只有至纯至善之人才配得上它。有点意思啊！那就用你的至纯至信的心，帮本帅制出天底下最好的金银香纱。如果你真能做出来，那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。荣幸之至。莫晴天会来秦府聚餐，你可以联系莫晴天的手下，从后门进去。你确定门卫可靠？要找到莫晴天藏翠乔的地方，恐怕得好几个时辰。我可是你的猎犬，你难道不信？这些人为什么一直等着？秦正，如果明日我回不来的话，没有如果，我会在这里。翠乔到底被莫晴天藏在什么地方？志和，东厢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看来只剩这里了。莫晴天一定会觉得卧室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找到了。志和，这是翠乔的肚兜，他知道我会来找他，故意留给我的线索。莫晴天这个畜生！翠乔，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哎，你这个托盘有点歪，端过去容易洒，你去换一个托盘来吧。周末说，鼠粮只加酒精会麻痹神经，令人昏厥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必须让莫晴天喝下这杯酒。
对暹罗棉纱的关税，幸好有你周旋。大帅，李世美移花接木的账本戏法，能糊弄我的父亲，可糊弄不了我。好，这才是我要的商团副团长。你和沈之2个人以后就帮我打江山。属下定当竭尽全力。方才一直在厨房忙碌，照顾不周，给大帅赔罪了。美人传印，更添风味。来，女士优先。大帅，沈真怀孕了，不能喝酒，属下替她喝吧。本帅说了，这杯赔罪酒必须由她来喝。好，我先干为敬。大帅，请。痛快！莫晴天，你以为交换酒杯就能逃过去吗？我要你100倍偿还！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如果行私刑，那我和你这个人渣有什么区别？而且，你坑害了多少人？这么痛快的死，怎么能够原罪？我要你去警察厅自首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万人唾沫。你给我注射了什么？蜀粮之混酒精会让人清醒地感受到五脏六腑慢慢腐烂。不可一世的莫大帅，没想到自己会败在一杯酒上吧？不可能，换了杯子，而且是你先喝的。莫大帅常年带兵打仗，难道忘了兵不厌战？大帅栽在我夫人手里，我劝大帅还是尽早去警察厅自首吧。没有证据，谁会信呢？就算是有，谁动得了本帅？大帅，您说，要是这一整瓶都注进去，您会不会烂成一滩脓水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翠乔是不是你杀的？不关我事啊！翠乔是自杀的。他一定有求你放了他，你却抽干了他最后一滴血。听说你妻子最近刚诞下一个女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死的是翠乔，明天就会是你的女儿？闭嘴！闻到了她身上的血腥味，会缠着你女儿一辈子。莫晴天倒台，这些罪证才能永远消失。李副官，你也不想你的女儿长大后成为下一个翠乔吧？你们要我怎么配合？厅长，莫晴天这种恶徒凭什么可以得到保释？各位放心吧，政府方面已经收到了全部证据，鸦片走私、军火倒卖、逼死商户，明天一早批文一到，警察厅立刻收网。太好了，厅长，多谢，我等这一天真的等得太久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谁都不能露声色，不能让莫晴天有一丝警觉。我明白，越是临近，越不能乱。厅长，莫晴天明天会出现在永顺坊的开业仪式上，我会安排好周围的动线，方便你们进场。是这样，我们会混在人群中，等现场信号一到，立刻抓捕。再等最后一天，一切就会尘埃落定。庄小姐，是，您这份设计我们确实挺感兴趣的，特别是前面这几款，市场感不错。就是这最后一页香云纱工艺研究，这个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坚持吧。坚持是好事，但我们公司更看重实际可落地的设计。这玩意儿37倍的成本，你是要开展览还是做生意啊？香云纱不是玩意儿，它……我们做的是快销，看的是体量和利润，
要不是这花纹还挺吸引眼球，光听名字我还以为是你要做本创产品。香云纱，我还以为是旧货市场里面淘出来的。它的确是旧时代的产物。行吧，不跟你抬杠了。我们呢可以给你提供资源、渠道和团队支持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节奏。还有最后一页，不要再让它出现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，倒是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讲讲故事。香云纱不是我的附属品，也不是你们资本眼里的噱头，你们不懂没关系，我走了。这种生意不做也罢。你说明天一切都会顺利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没有下雨了，你先早点休息。周末，明天就是永顺坊开张仪式，莫晴天命数已尽。不对，历史记载永顺坊开业是在年尾，现在竟然提前了大半年。难道是因为我的干预，历史改变了？沈之，不能去，这就是会让你丧命的那场大火。既然历史已经改变了，说明我的未来也会改变。外婆从小被管家养大，每年清明，她都抓着你留下的翡翠手镯哭，在祠堂一坐就是一整天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你不能让她再当一次孤儿。我一定要亲眼看着莫晴天伏法，我的女儿不能做孤儿，别人的女儿也不行。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地方吗？有时间的话，帮我去看看100年后的香云纱是否还染着顺德的月色。你放心吧，香云纱现在很抢手的，已经成为了奢侈品，走出了顺德，走出了中国，在巴黎秀场都抢着要呢。这是家父珍藏的武夷岩茶，请大帅品尝。妈，这次又是数良知加酒精。小女自不量力，竟妄想用一件肚兜就将大帅关进监牢。前2日和警察厅厅长在一起喝茶叙旧，这年人人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他提拔上来，一上位遭检就清算旧账，真是可笑。大帅教训的是，就拿我那个副官来说，跟了我那么多，到最后还是背叛了他的脑袋，现在还挂在城门之上。有时我在想，他到底图什么？图钱？图权？还是他的命本来就那么短？都不是。能让一个人铤而走险的，不是利益，而是信念，是人心，是良知。是吗？今天外面是越来越热闹，百姓、记者还有便衣警察，挤得比我那天过寿还热闹。今日重开仪式人多，多几个警察也是情理之中的。当我是傻了还是瞎了？大帅怕是忘了，当年你撕毁我父亲拿出的证据时，他早就留了备份。现在我的人早已经把证据送去政府。你说什么？秦深这个老东西，死了都不肯放过我！你到底把翠桥藏哪儿了？哼！江湾脏岗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找，就挖坟吧。你这个疯子，住手！害怕了？你们以为我今天会乖乖的送死来吗？要死就一起死！听说你的赌运很好，你敢跟本帅赌一次吗？疯子，你已经一无所有，你拿什么和我赌？
全城老百姓的命。1分钟以后，炸弹就会爆炸，所有的人都得遭殃。文仙，一根绿色，红色，一根停止，一根爆炸，你怎么选呢？啊？别这个疯子玩，我们走。走不了了，他早算准了一切。哼。这红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颜色，他常说，只有至纯至善的人才配得上它。周末，我的孩子，若你读到这封信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，但我赢回了整个未来。我没有遗憾了。怎么会？不要，沈之。君正，有句话可能来不及说了：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我以为你以为我会剪红色，可我怎会剪断我们沈家香云纱的命脉线呢？你这一枪下去，就是1尸2命。走开！结束了。是啊，终于结束了。侄儿，记住，香云纱到你手，须守至纯至善之心，不为利改财，不为势折腰。知1寸沙，问1寸心，敬天地，惜物互益。父亲，侄儿，你辛苦了，这段路你一定很不容易吧？父亲，我守住了香云纱。也找到了愿意守住我的人。你做得很好，父亲以你为荣。一梁一香云，一步一芳华，洗尽铅华，不施粉黛，这说的就是我们的香云纱。我会像太祖母沈之一样，把心血和时间1寸寸压进布里，让香云纱的颜色继续活在新的岁月里。师傅，反复浸染多少次呢？20幾次浸晒染，再河泥過污，30幾度工序㗎。當然，我也希望能和太祖母一樣守護香雲紗，也找到那個願意守護我的人。周末，我做到了。沈之，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。你留给我的那封信我看了，谢谢你。没有你跨越100年的指引，我走不完这场局。说这些。对了，我外婆留给我的香云坊，我准备传承下去，用现代时装重新诠释。我可是时装设计师，最近设计的一个高定就是香云纱。没想到你还能坚持这门手艺。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
洗完成品会更加厚重呢。洗涤时，水分可能暂时使纤维膨胀，还有一些没完全定型的属良胶，导致手感暂时变厚重，但晾干后会逐渐恢复原有质感。原来如此。周末，沈家的香云纱就交给你了。还有，未来真的有金色的香云纱吗？有，现在有一种鎏金面料，漂亮极了。我等着，看着我们的云纱一起惊艳世界。沈之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包括身体。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我会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尽量活得久一点，与你见面。秦正，你看那朵冰地莲，像不像之前你硬塞给我的那只？霸道得很。那时候不懂事，如今才知道，再好的话也比不上夫人一笑。秦团长说起这些好听话，真是脸不红心不跳。怎么了？小家伙又听你的？我可警告你，不准再欺负你娘！骗你的。罚你叫声夫君来听听。不叫。叫不叫？夫君。哎，慢点。夫君，回家吃饭了。蓉儿这小家伙，昨个哭起来，嗓门大的，把池塘里的锦鲤都惊得跳起来。我就任由他哭，如果你还在，一定会把他惯坏了。这乱世里，我还能把香云纱的手艺守住，传下去。没辜负父亲，也没辜负这一门千年光阴啊！小心点儿，这里的染料可比胭脂贵多了。1两黄金1两纱，1两黄金1两纱。母亲，香云纱会像花儿一样5颜6色吗？外婆，您看，这是您的曾孙女周末。周末答应的承诺我做到了，未来就交给你了。一人审之，少习香云纱古法，尤精精灵香纱秘技。纱叶式微，审视考据广东新域所载，以桑蚕吐丝为精，属良浸染为尾，复现精灵浮光之绝艺。一时商贾竞购，远销南洋。县政府颁存续香翠匾额，时评赞曰：一缕香纱成百载匠心，半匹云罗系家国根脉。今香云纱略非遗，犹念沈氏护持之功。